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楠。今天呢，我们想和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以及关心他们的家人们进行一次特别的对话。当我们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或许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悟：年轻时为事业、为家庭奋斗，现在呢，终于有时间好好的关心自己了。然而，当我们真正开始关注健康时呢，却常常陷入一种年度体检焦虑的循环当中。既期待又害怕翻开体检报告，对 CT 核磁共振报告单上的那些专业名词既困惑又担忧。我们与放射科的缘分似乎在年岁的增长当中变得越来越深了。直到有一天，体检报告上突然多了2个字：结节。直到有一天，弯腰系鞋带的时候，腰却怎么也直不起来了。直到有一天，下雨降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要准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真是突然发生的吗？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每天的工作呢，恰恰就是在疾病真正发生之前，通过影像看见身体悄悄发生的变化。他不是在病人疼的时候才出现的医生，而是提前5年、10年，在 CT、核磁、X 光片里看到身体发出的无声信号的人。他就是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放射科胡莹莹医生。胡医生，欢迎您。您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胡医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那您先跟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通过我们放射科医生的视角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读懂身体给我们这些无声的提醒，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怎样把健康真正的管理起来。好的。那胡医生刚刚提到无声提醒这4个字，其实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我们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惯性思维，身体呢，只要是不疼不痒，能吃能睡，那就是没问题。疼了难受了，那才是生病的信号呢。但您呢，是每天在月边灯的这个凝视之下看着这些影像，透过黑白灰的像素世界来观察我们身体的真相。那可能是不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对，是的，主持人，这正是现代医学影像，那尤其是预防医学和健康管理中一个非常关键但又经常会被误解的认知。我们放射科的医生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时光的译者和变化的预警员。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静态的非黑即白的有病或者是没病这样的一个结论，更多的时候我们解读的是一幅动态的连续的生命图谱中一个快照。刚刚胡医生提到了时光的译者，那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的形象，但是可能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到看到的时候呢，想到这个快照之后，我们到底具体要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这张快照捕捉的其实往往是疾病发生发展漫长过程中一个非常早期，甚至尚无任何临床症状的一个序曲阶段。比如说在一个低剂量的 CT 上，我们发现只有几个毫米的一个膜波密度的结节，那患者本人可能并没有任何的咳嗽、胸痛或者是气短这样的感觉，但是从影像特征上来说呢，我们已经开始评估它的风险层次了，并规划科学的随访观察窗口。在这个阶段介入之后，会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定期的监测，绝大多数此类的结节会保持稳定，与人体终生有一个和平相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发现不等于是宣判了，它更像是一个需要开始密切关注的一个提醒。那刚刚提到的是这个肺部的一个结节，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例子，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来理解这种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叫做序曲阶段？对，序曲阶段。再比如说咱们颈动脉的一个超声，会发现内膜的增厚或者是稳定的这种小斑块，它还没有给自己造成任何的一个血流受阻，患者也没有感觉到头晕、视物模糊等症状。但是这个发现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了。它提醒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进程已经开始了。
所以此时我们要启动积极的一个饮食调制，包括规律的运动，还有必要的药物干预。目标呢不是说消除它，而是要稳定它，并且极大可能的延缓它的进程和发展，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卒中的风险。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骨密度的检测，可以发现骨量的减少，但是还没有达到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那身体还没有骨折，甚至我们朋友们还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腰背痛，但是从影像资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骨骼的这种库存其实在悄悄的流失。那这时开始可以补充钙质、维生素 D， 或者是进行负重的锻炼，就是在为骨骼蓄能，防止没有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骨折的状态。刚刚讲了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肺部的结节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颈部动脉的一些小的斑块啊，又或者是我们这个骨质的一些变化。那其实这些例子呢，是帮助我们来理解啊，我们身体在给我们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提醒你注意。关键的呢，其实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读懂它，并且更重要的是重视它。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想强调的是影像学检查的价值，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发现这种亚临床的状态，或者是疾病前期状态。那它像监测我们身体内部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监测探头，在问题尚未演变成让您感到痛苦的疾病事件之前，就发出一个早期的客观的一个数据报警。那如果我们能正确的解读这些无声的提醒，并且在这个黄金的窗口期采取行动，许多健康问题的发展轨迹它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甚至能成功的拦截住。所以这正是治胃病理念在现代医学中的一个生动的体现，也是我们追求高质量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核心策略，把健康管理的重心从被动的治疗已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要前移到主动的去维护和干预潜在的风险，这才是我们健康管理真正的智慧。